还请录像、内侍帮我为家族的月柱接彩。就等此刻。好啊。哎呀，这真是六朝之物啊！美哉，美哉！确实是家族的宝物啊，只是这月柱残缺，甚是可惜啊。杜县尉，残缺部分的内容你可知晓？那是当然。今日我杜预就背给大家听。昔祖上杜周，前汉武帝时为御史大夫，以律法自持，整肃严峻，朝野叹服。族人随之自南阳迁至关中茂陵。子延年宣帝时重臣位列麒麟阁，再迁杜陵。杜氏自此为京兆世家。至魏晋，尚书仆射杜基，幽州刺史杜戍，积功累勋；司隶校尉镇南大将军杜预，熟读春秋，文搜武库，名震天下。京兆杜氏，汉魏旧姓，家传学业，世载忠贞。好，我提议，就为这家传学业，世载忠贞，我等共饮7杯。好，请。来，请。卢参军，好久不见。杨内侍，天子常念起你，夸你忠心耿耿，屡建奇功。陆童年纪大了，又瞎了一只眼，天子的安危，日后可要靠你了。我请你。真是没想到。诸位，今日我请的可是波斯馆当红的歌舞班子，咱们大家一定要喝得尽兴，玩得尽兴。陆相抱歉，我先失陪一下。这陈冲也太不像话了，请大萨宝来饮酒，还不出来迎接一下？无妨无妨，听说他祖上也是士族，家里还有先人的画像，我们直入祠堂去看一看，他家先人到底什么样。陈冲，你人呢？大萨宝到了，还不出来迎接？这就是他家祖宗啊，很普通嘛，画的也普通。我想在贵市几文钱就可以买到这样一幅。是啊，他们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韦秀哎，陈冲也请了你，自己捆，别等我动手。跑！哪里跑？17岁，是天子封的五品官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！我们要在长安城内写一个世字，如今就差这通缉方一笔了。把你们约到这儿来，
就是为了给这个世子添上这最后一笔。跟他们拼了！太丘公在上，晚辈韦涛。晚辈杜预，诛杀奸诈邪恶之商贾，血染宝殿，还请见谅。住手！好你个杜预，此事本与你无关。原来你拖延我至今是为了等他们一起来拿我。来呀，我韦涛何惧？事到如今，你说出这样的话，是要置我杜预于不仁不义吗？少废话！人本来都是我杀的，拔刀，拔刀啊！姐夫，小时候我就常跟你闹别扭，同为县尉之后，我更是扬言要灭掉你韦涛，那都是因为阿姐嫁给了你，那是从小把我带大，我最爱的人，我心生妒忌而已。可自从我们共巡法院，发誓要斩尽金光会的恶徒时起，在我心中，你是我的兄长。如今，你怎么能甩下我一个人承担这一切？杜预，姐夫，区区卢凌风，何惧之有？你我二人齐心合力，先擒住他，再宰了这两个奸商便是。哎，等等，你们都是高门士族，怎么着？这就要动手了？3天前发现陈崇是颍川陈氏之后，便未下杀手的，就是你杜预吧？是我，那又如何？苏无名，你说对了，杜预从未杀人，所有金光会的奸商皆我韦涛一人所杀。姐夫，他们能跟踪到此，定是已掌握了证据。你总往自己身上揽有何用啊？证据还真没有，不过卢参军已派人潜入金光会，刺探出一些消息。让一下啊！大伙儿都先把手里的活放一放，我给你们拿酒来了。来，坐着吧。来。1个月前，金光会别馆扩建，挖地基的时候，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分别挖出一根石柱子。后来请明白人来看说，一个是韦家的阀，一个是杜家的钺，都是宝物。那些苦力们虽出身寒门，却都听说过城南韦杜去天池舞。不对啊，我大唐长安和前隋的长安是同一个长安，而隋唐之前的长安旧址却在现如今长安的西北方向。可城南金光会别馆距昔日的长安应该不远，有以前韦杜两家的旧居所不奇怪。梁记，你接着说。不久后，消息传出去了，韦杜二家就分别派人来谈，愿意出重金买回。好啊，有了祖上留下的法运，他们氏族就更了不起了。给我砸了！何必？
你娶了韦家，那也算京兆韦家的女婿啊！你怎么会干出此等事来？我韦家没有这样的女婿。陆凌风，我敬重你；苏无名，我佩服你。二位仁兄，请先稍后，待我韦涛杀了这2名奸商，自会去伏法。中州司法参军在此，岂容你杀人？还是先把事儿讲清楚吧。日后归还时，何必受益？将2家的法月分别扣下来一块儿。是要在金光会别馆修台阶时，当垫脚石。你唯独何等聪明，见归还的法月不全，便猜到了缘由，故你们夜探金光会，夺回了残缺的部分。我相信，也正是因为那一夜，你2人才化干戈为玉帛。我们兄弟世家从来都没有间隙，何来干戈？姐夫，2位，砸坏法月是何必一人所为？你们为何要滥杀无辜？何来无辜？我再说一遍，所有人都是我一人所杀，与杜玉无关。杜玉，你虽然曾经协助过我，但最多只能算是从犯，还不快放下兵器！笑话，唯独本就是一家，一荣俱荣，一辱皆辱，更何况你是我姐夫，我一生的榜样。哎呀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你们达成的共识中，长安县的商人由韦涛动手，万年县的由杜玉动手。杜玉，你每次杀人皆一击致命，有这么好的武艺，驰骋沙场，为大唐效力，不好吗？少说废话！阿弟，是姐夫带你走上了歧途。为何滥杀无辜，而且专杀金光会的商人？老子愿意。我倒是想知道，你们是怎么查到我唯独2人的？因为一滴风离液。韦涛，你被这头疼的毛病折磨了很久了。尊夫人杜菊娘遍访名医，最终找到了4方旗杖店。娘子，买点什么呀？店主，我郎君有头痛的顽疾，听说您店里有良药。有，要多少啊？见到老店主存了多年的风梨液，
但鉴于风离叶的来历，尊夫人定会嫌弃，故而索性高价买下了那只风离兽。荒唐！狄公弟子断案，全凭猜测吗？也不光凭猜测。我想此时此刻，在你府上已经有人找到了那只风离兽。我还真想知道，它长什么样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放下我们家的风离兽！那是为我爹治头疼病的。别喊，临危不惧，宠辱不惊。晴儿，你要时刻记住这8个字。你杀何乾的手段如此残忍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何必之地，定有特殊缘由吧？哪儿来的什么缘由？既然你们都查清楚了，杀人者为头，无话可说。别怪我拿苏无名的性命相逼，我们愿意伏法，但这二贼必须死，还望范阳如凌风成全。还不躲出去！哎，卢凌风，我拖住这个，你逐个击破。楚念霞，请你护好这2个人，韦杜2人，我能自己解决。韦兄，卢某义以为你绝不会平白无故伤害庶民，若有隐情，可如实说来。杀人者为头，无话可说。昨日你氏族的尊严何在？姐夫，长安城这誓字没写成，算是你我今生留下最大的遗憾。你莫寻短见，他日我们兄弟携手，共赴黄泉，不好吗？
女子的魂魄到阎王面前告了你的状，故来取你性命。冤枉！冤枉啊！还请上山，阎王也许求情。阎王从不会错判那魂魄的主人姓韦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招！鬼啊！我遇见鬼了！哪里来的鬼？鬼就在你心里！再敢狡辩，下油锅炸了你！下油锅！昭，自古商人没有地位，为了在长安站稳脚跟，我便向新寡回长安的韦家小姐求亲。韦家高傲，韦涛更百般阻挠，可抵挡不住我手段高明啊！终于，韦家动了心，与他阿兄大吵一架后，和我私定了终身。你在胡闹什么呢？都给我扔出去！阿兄，这些话并无罪过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原本以为娶了韦家，能够沾到韦氏家族的光，对我会有帮助。可我没想到，韦涛非但不帮我，还处处刁难我，我恨呐！后来我生意失败，欠了几10万钱，当时能帮我的只有史千岁，他这个老色鬼。这失足女子到底什么样，我也想知道。若能得偿所愿，这几10万钱倒也能出。我知道韦家断不会从，我就只好下药将他迷晕。可没想到，我用的药不够，天还没亮，韦家就醒了。他看到史千岁，便要去寻死。我怕此事传到韦涛耳朵里，就只好将他关了起来。可是他闹得厉害，我就只好打了他几顿。没想到他就疯了，每天晚上哭嚎，不让人睡觉啊。那时你胞弟何潜也住在你家，他本就有失眠之症，故而试图用阴过水的纸闷死韦家。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闷死他算了，省得每天晚上疯闹。这样又没有伤口，他娘家人来了也无话可说。你混蛋！你救下韦家，并不是出于好心，而是发现了新财路。反正他都疯了，也怪史千岁，
竟将这丑事都传了出去。金光会被围堵杀掉的那几个商人，都愿意花千金换得与氏族女子的良宵，我就成全了他们。想那韦小姐必不肯从，是你一直用迷药迷她，你一手把她害疯了呀你！嫂嫂，我今天嫁谁啊？都明，哎，你已没了官职，查案却更加兢兢业业，朕倒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草民仍是雍州府的暗探总监，虽算不上官，但应算小吏，且拿着月俸呢，做的也都是分内之事。朕记得，你曾为长安县尉啊。当时探破红茶一案，名声大噪啊。那个案子，卢林峰功劳更大。要不，给你个官当？陛下，不用了。草民现在挺好，只是卢林峰他，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，这对他来说太屈才了。最近又屡屡探破诡案，还多次护驾有功，应提拔。该不该提拔？用得着你来提醒？草民多嘴，陛下息怒。官你不当，你是不想要朕给官，又在等着公主的邪风吗？陛下如此说，草民真是无言以对。朕本想给你个更大的官，看来你也不稀罕。那就继续回去做你的长安县尉吧。不，朕要你做万年县的县尉。陛下，当真？君无戏言。多谢陛下，愚臣还以为此生再无入仕途的机会了。看来你还是想做官吗？这机会是朕给的，你要记住。哎，回去等着吏部正式的任命吧。你女儿才20多岁就横死，你家这是犯太岁呀！哎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斋教法师，他的太岁符可灵了，从此保管你家再不碰上这种横事儿。你胡说，我女儿不是横死。横死你也瞒不住呀！你的女儿上了吊，方正都知道了。要不是我们万年县刚没了县尉，攻谢的人早都上了门了。我苦命的女儿啊，有什么事你想不开，怎么就上了吊了？他并非自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小姐并非自缢，而是被勒死后吊起来的。什么？我女儿是被勒死的？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！你要是想叫她死得不明不白，可以当我没说。我这就用颜色将她颈上的勒痕与指甲痕覆盖，便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。他是干嘛的？他瞎说的吧？炼乳师是给逝者化妆的，是个新行当。这孩子原来也是花容月貌，
走的时候还能这么漂亮，挺好。哎，你画一次多少钱？你这生意做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找你的人不多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呢想做好生意，得跟我合作，我给你介绍活，只要你2成佣金就行。行了，你别在这招揽生意了。说我女儿不是上吊，除了这几个指甲印，你可还有其他证据？真字译者，眼合唇开，手握齿漏，意在喉上，舌抵齿，喉下舌多出，而小姐并非这样。你看，锁钩平直，环绕颈部，颜色不深，这是被勒死的痕迹，且有指甲伤，应是试图自救时留下来的。再有，真字译者，双手握拳，而小姐，难道我女儿真的是被人害死的吗？是他，一定是他们害死我女儿的。主人他给你钱了没有？他去报官了，等仵作来了，会将妆容尽数擦掉，届时我再画，便收取2分钱了。哎，你是炼容师还是仵作呀？你要是仵作就更好了，当下长安城最缺仵作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生意，你分我1成5就好。我虽生意不好，但尚能糊口，无需人中间介绍。再有，佣金超过1成者，即被视为把持行市，你收得过高，会被判定为祸乱买卖，要挨板子的。那你请客吃饭吗？我也可以订酒楼的，整个长安城最好的酒楼包房都可以找我订。你要是想请客吃饭的话，可以找我，不过不用担心佣金的问题，酒楼自会付给我的。死者的父亲对凶手已有所怀疑，他媳妇儿死得早，去年又娶，那妇人不本分，常趁他不在家与别人私通，曾被他女儿撞上过。昨日发现女儿吊死了，便称自己害怕，跑回了娘家，这太让人生疑了吧？我去找那妇人。如此甚好。苏县尉，这樱桃是雍州府的人，让他去抓那妇人没问题。如今最怕的是走漏消息，那妇人相好的就住在这坊中入西门右手第3间，是个炼金术士，会些武艺。你去问话，若家中无人，查看家中的情形，若有逃跑迹象，立刻画像缉拿。明白。哎呀，其实此案并不复杂，关键在于仵作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？按你的说法，这个阴妖，什么破名字，是个好仵作。那因何改行当了炼容师呢？可说呢。哎呀，就算是那个傲气的秦孝白来了，也得夸他画得好啊。殷先生今日可有闲暇？苏某想请先生小酌几杯，交个朋友。今日没空啊？哎，姓殷的，堂堂嫡公弟子苏县尉称呼你一声先生，那是给你脸了，你怎么如此无礼啊？多谢苏县尉厚爱，因妖尚有要事在身，今日真的没空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那我改日再约你。
满意了？你有本事的人都多少有几分傲气。你我年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？你要这么说，那还真是抬举他了。他能跟我们俩比吗？走，快点，走。苏县委真是料事如神，这小子正要跑呢，被我撞个正着。以据实交代，就是他与有夫之妇私通，被死者撞见，怕事情败露，才下的毒手，先勒死，再吊起来，伪装成自缢。这妇人也招了，勒死人的主意就是他出的。你们两个好歹毒！按照徐旗长所说，这儿便是耿无伤的住所。叩门。有没有人呢？你是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新任万年县尉苏无名，前来拜访耿老。原来是郭谢来人了，我这就去告诉我爹。你们请吧。大师兄，苏禅，来晚了，师傅。师傅在上，徒儿钟世载给师傅拜寿，祝师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见过客人，这位是…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嫡公弟子苏无名，新上任的万年县尉。正是苏某，但大名鼎鼎可不敢当啊。钟世载拜见苏县尉。这二位呢是我的朋友，费神医、樱桃姑娘。见过费神医、樱桃姑娘。坐下吧。啊，我坐这儿不合适吧？这个位置，苏禅坐才是啊。啊，那怎么行？本来就是你请客，再说你是大师兄啊。苏禅，这些年你日夜在师父面前替我尽孝，理应上座。阴妖，你无异议吧？哼。大师兄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世载啊，哎，你的孝心和谦让之心，我和禅儿都领了。行了，快坐吧。是师父。师父，酒菜我已提前点好，我们开席。好啊。世载，你请的？我走错了。我还以为真是大师兄请的呢。恩师的寿宴，我怎么会请他呢？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回苏县尉，此人叫董岳，是位同行吧？哦，也是仵作，这么巧？不对呀，仵作行的前辈在这儿，而且是办寿宴，他应该留下来敬杯酒再走啊。这神医呀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董岳的师傅与我不和，故而不让他的弟子与我来往，都好几十年了。哦，这个董岳的师傅不会是当年刑部的仵作葛九泉吧？就是他，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仵作。可惜呀，可惜走得比我早啊。不说这些了，人过70古来稀，想我耿无伤干了一辈子的仵作，
接触了这么多的死人，可还一直活到现在，心满意足啦。今日本来只是有爱徒小女，却承蒙县尉神医樱桃姑娘厚爱。来，老朽敬大伙儿一杯。我们敬耿老，敬耿老，给恩师拜寿，给恩师拜寿，给爹拜寿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董武作被杀了！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剑是从哪儿射过来的？斜对面。太惨了。你们？钟仵作、耿老仵作、殷仵作、苏县尉。长安县旗长至此，仵作来验尸。死者马奎，短刀割入脖颈，身近5分。你们都是仵作？有的人算仵作，有的勉强算，有的根本不算。县尉当心！无妨。一见正中要害，此因无争议，无需验尸。哎呀，董彦乃是葛九泉门下的大弟子，亦是最优秀的门生，这仵作行里又少了一个人才啊！董兄，今日是董仵作请你们吃饭，这应该不是吧？什么叫应该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到底是不是我们也不清楚啊。不知道谁请客就来吃席，那你们是怎么接到的邀请呢？这个。吕将军，我们也是。请柬何在？啊，在，我没带上。啊，这儿。这吕将军，你们可认识？就是不认识。刚才我们几个念叨过，收到请柬时原本都不想来的，但看请客的是位将军，在长安城敢自称将军的，肯定非同一般，自然是大人物。如此抬举我们，不来岂不失礼啊？再有就是这杜康酒楼可是长安新晋最好也是最贵的酒楼，若不是有人请客，怎有机会来此一饮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对了，董仵作认识吕将军吗？董仵作，哼，这个吕将军，早知道他也同时请了你们几个，
我就不来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董武作也不一定真的认识这个吕将军。后来呢？伙计就来上菜，说是有人吩咐过，申正时分，不管客人到没到齐，都准时上菜，好酒管够。再后来呢？才喝了1杯酒，董武作就嫌太阳晒着他了，然后就……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还这么晒啊？刚才窗户关着时倒是不晒，我帮您关上。用不着。都说这梅雾包厢能看到最好的街景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等等，刚才你说窗子关着的时候倒是不晒，对呀，那又是何人何时打开的窗子呢？这个想不起来了，应该是上菜的伙计顺手打开的吧？伙计何在？谁给梅屋上的菜？是阿秋。阿秋，这个小子可不地道，3天前偷吃客人的菜被我抓到了。我不是早就通知他让他滚蛋吗？他不是想好好干活，让您收回成命吗？今天他就抢着给客人上菜，结果给梅雾上完菜后没多久，就听见上面喊杀人了。好像是梅雾。哎呀，这是杀人了！去看看。刚才上官说要询问，让所有人都过来。我再去找他时，就不见了踪影。你可知阿秋住在何处？知道。去把他叫来。是。这梅雾包间是何人所定？啊，是个叫吕将军的人。真名叫什么？那咱就不知道了。不是他来店里订的？是他订的，但来的不是他，是个预定郎。啊？何为预定郎？就是专门帮人预定酒楼的人。预定时通常不留真实姓名，而是在姓氏后边加个后缀，诸如说李举子、王进士之类。吕将军也是如此。预定郎，你可认识他？认识，就是高五娘啊。啊，不是预定郎吗？怎么又是个女子的名字啊？就是女子。预定郎她只是个行当，有男有女。能找到此人吗？这倒是不难，他常到杜康酒楼来预定，我知道他的住处。把他叫来。是。苏县尉，我们能走了吗？暂且回去，但万年县械会随时传讯你们。不得离开长安城啊！是。这里放的都是葡萄酒啊，虽然比不上云顶红那么纯正，但是能运到长安来，那肯定不会太差。先得让预定郎订好包间儿，然后还要算准了董月一定会来赴宴，还就得坐在那个主座。
还需算准，彼时窗户是开着的，且董月会起身关窗，使要害暴露无疑。最重要的是，此人必定射术精湛。这个凶手不简单呐！看你送的寿礼中，还有2个画轴。对啊，您看了吗？一幅是皮尔为您写的寿字，另外一幅是吉尔给您画的仙鹤祝寿图。师傅，您看。哎呀，好字啊，写得好。您再看一下这幅，吉尔画的仙鹤祝寿图，画得好。吉尔画的鹤竟有如此神韵，这2件寿礼，为师要带进棺材了。哎，师傅，您的身体好好的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哎呀，皮尔12了吧？您老记性真好。你没教他验尸之书？哦，还没，太早了吧？5座世家，6岁学艺，不算早了。你不会没打算教吧？要教他，要教他。现在不教也可以，除非你有把握拿到5座大赛的前3名。长安的5座，师傅您是了解的，徒儿实在没有这个把握呀。今日董月已死，你的把握增加了不少。还真是啊。钟世载，弟子在，师傅请讲。今日我将你逐出师门。师傅，您说什么？姚二、苏禅，你们进来。师傅，你们2人做个见证，我长安5座耿无伤今日正式将钟世载逐出师门。师傅，爹。徒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将徒儿逐出师门？世载啊，为师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？既然举办5座大赛，前3甲可正式进入宫廨，成为专职5座，其后人亦可脱离贱籍，可以读书，考取功名。你钟世载能不奋力一搏，拼取这个机会吗？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。我会。故我必将你逐出师门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很简单，因为为师也是个5座，我也会参加这次比赛。我若不将你逐出师门，比赛之时，你定会因为我是你的恩师，而不会使出你的全部本事与我比试。万一因此耽误了你的前程，岂不可惜？师傅，您想多了。我不是，徒儿的意思是，您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参加什么5座大赛吗？我干了1辈子的5座，也想通过本事取消贱籍，进入宫廨。更何况我还有个女儿，我也会考虑她的未来。师傅，如果是因为这个，徒儿可以不参加5座大赛的。钟世载，你走吧。大赛之际，你我君不可念师徒之情。